俗话说，婆媳关系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一，表面上看似和谐，背地里却暗流涌动。多少家庭因为婆媳不和而支离破碎，多少女人在婚姻中被夹在丈夫和婆婆之间左右为难。这种关系更像一场无硝烟的战争，只是大多数时候，我们选择了忍让和沉默。今天，我要讲述我与婆婆之间那段令人窒息的经历。小丽，妈住院了，你赶紧过来一趟。电话那头，丈夫张浩的声音透着焦急。我正在超市挑选晚餐的食材，听到这个消息，手中的购物篮差点掉在地上。婆婆住院了，那个一向身体硬朗、60多岁还能打太极拳的老太太，怎么回事？是摔倒了吗？我急忙问道。中风了，现在在市中心医院，医生说情况不太乐观。张浩的声音哽咽了，我立刻放下购物篮，匆匆赶往医院。路上，我的心情异常复杂。婆婆李秀芬一向对我不冷不热，结婚10年来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状态，不亲近，但也没有公开冲突。她更喜欢的是大儿子张强一家，每次家庭聚会，她总是围着张强和他的儿子小宝转，而对我和张浩则是能免则免的态度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到达医院时，病房外已经站满了人，张强和他的妻子王芳，还有他们10岁的儿子小宝。看到我，张强点了点头，王芳则是一脸冷漠，连个招呼都懒得打。医生怎么说？我小声问张浩。不太好。张浩摇摇头，可能会有半身不遂的后遗症。我倒吸一口冷气。半身不遂意味着什么？我很清楚，那意味着长期的护理和照顾，意味着有人需要放弃工作，全身心投入到照料病人的责任中。张强准备怎么安排？我试探性地问道。毕竟，按照传统，长子应该承担照顾老人的主要责任。张浩苦笑了一下，他说他工作忙，王芳要照顾小宝上学，没时间照顾妈。我的心一沉，我已经预感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果然，当我们都进入病房，看到躺在病床上面容憔悴的婆婆时，她的第一句话就是：“小丽，以后我可能要麻烦你了。”那一刻，我感到一股寒意从脚底升起，不是因为照顾婆婆的负担，而是因为我从她的眼神中读出了一种理所应当的期待，仿佛我不得不答应，不得不承担这个责任。妈，您先好好休息，我强作镇定地说，其他的事情我们家人再商量。婆婆点了点头，但眼神中的期待并没有减弱。她转向张强，语气突然变得柔和：“强子，妈这次可能要住院一段时间，你要多来看看我。”知道了，妈。张强敷衍地回答：“我这段时间工作忙，可能来的不多，但我会让王芳和小宝常来看您。”我看了看站在一旁的王芳，她正低头玩手机，对这番对话充耳不闻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突然说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：“对了，我前段时间已经把房子过户给强子了，存款也都留给了小宝上大学用。”病房里一片寂静，仿佛时间被冻结了。张浩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，我能感觉到他的身体在微微颤抖。他是家中的次子，虽然对母亲一向孝顺，但在婆婆心中的地位显然不及大哥张强。妈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张浩的声音有些发抖。我和小丽这些年也没少照顾您啊。婆婆看了他一眼，语气平淡：“强子是长子，按理说房子应该给他，
至于存款，小宝以后要上大学，花销大，提前给他准备着。他的解释听起来合情合理，但对我和张浩来说，却如同一记重拳。10年来，每逢过年过节，我们都会给婆婆送礼物、压岁钱，平时有空也会接她来我们家住几天，陪她聊天解闷。而张强一家呢，除了逢年过节露个面，平时几乎不联系。那我和小丽呢？张浩艰难地问道。你想过我们的感受吗？婆婆的表情变得有些不耐烦。你们都有工作，有自己的房子，生活不错，不需要我操心。强子家里情况你也知道，小宝还小，教育费用是大头。我看向张强，他正一脸得意地看着我们，嘴角挂着若有若无的笑容。王芳也抬起头，眼神中带着一丝胜利的喜悦。就在气氛变得尴尬时，医生进来查房，暂时打断了这场家庭争执。走出病房后，张浩一言不发地坐在走廊的长椅上，双手捂着脸。我能理解他的感受，被母亲如此明显的偏心，任谁都会感到心痛和不公。浩，别太难过。我轻轻拍着他的肩膀。妈妈有权决定自己的财产怎么处理，我不是在乎那些钱和房子。张浩抬起头，眼睛红红的。我只是不明白，这么多年来，我对他的孝顺，难道他都看不见吗？我无言以对。婆婆的决定确实让人难以接受，但在这个时刻，我需要保持冷静，支持丈夫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。张强。张浩突然叫住正准备离开的哥哥，既然妈把房子给了你，存款给了小宝，那照顾妈的事情是不是应该由你们来负责？张强皱了皱眉，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妈指明要小丽照顾她，这是信任和看重小丽啊。再说了，我工作忙，王芳要照顾小宝，实在抽不出时间。那我和小丽呢？我们就不用工作了，不用生活了。张浩的声音提高了几分。张强露出一副为难的表情。这样吧，妈出院后，我出钱请个保姆帮忙，但主要照顾还是得靠你们，毕竟妈更信任小丽。我忍不住插话。张强，请保姆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，你妈现在需要的是专业的护理和家人的陪伴。如果你们家确实没时间，那就应该在经济上给予更多支持，而不是象征性的出一点保姆费。张强的脸色变得难看。小丽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妈把房子给我，存款给小宝，这是她的心意。你们有什么不满，可以直接跟她说。但是照顾老人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。难道你要因为没分到财产就不管我妈了？他这番话直接把我推到了道德的悬崖边。在中国传统观念里，照顾老人确实是子女的责任，尤其是对于儿媳妇来说，更是被视为理所应当的义务。我没这个意思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我只是觉得家庭责任应该大家一起承担，而不是全压在一个人身上。张强冷笑一声，行啊，那你说怎么分工？王芳要照顾小宝，我要上班养家，你们有什么好提议？张浩站了起来，声音出奇的平静。这样吧，妈出院后，我和小丽负责周一到周五的照顾，周末你们接过去，医药费和护理费用我们对半分。张强和王芳对视一眼，勉强点了点头。但我知道，这个所谓的协议不会持续太久。在婆婆的心中，我才是那个应该无条件付出的人。婆婆住院1周后，情况稍有好转，但左半身仍然偏瘫，需要长期护理。医生建议她出院回家休养，并安排了每周2次的康复治疗。出院那天，问题立刻浮现：婆婆应该住在哪里？
按照之前的协议，我们应该轮流照顾，但张强一家似乎有其他想法。妈，要不你就住我们家吧，张强提议道。但是白天我和王芳都要上班，小宝要上学，可能照顾不到你。要不让小丽白天过来帮忙，她不是在家工作吗？我愣住了，我确实是自由职业者，在家接一些翻译工作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有大把空闲时间。我的工作同样重要，同样有截止日期和压力。不行，张浩出乎意料的坚决反对。小丽的工作也很重要，如果妈要住你家，你就应该安排好照顾的事情。张强的脸色变得难看。那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妈可以住养老院，张浩说，专业的护理人员会照顾她，我们可以经常去看她，费用我们平摊。不行，婆婆突然激动起来，我不去养老院，那是不孝子才会做的事情，我要住在家里，有亲人照顾。房间里再次陷入沉默。最终，婆婆决定住在我和张浩家，因为我们的房子有电梯，方便她出入。表面上看，这是一个合理的安排，但我知道，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。婆婆搬来的第一天，我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。她几乎事事挑剔，饭菜不合口味，房间太冷或太热，电视声音太大或太小。最让我无法接受的是，她仿佛认定了我就是她的专职护工，甚至连最基本的礼貌都省略了。小丽，睡。小丽，帮我翻个身。小丽，我要上厕所。短短的命令句，没有请，没有谢谢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应该做的，理所应当的。晚上，张浩回家后，我终于忍不住了。浩，这样下去不行。我疲惫地说，你妈把我当成佣人一样使唤，而且我的工作已经严重受到影响，再这样下去，我可能会失去客户。张浩叹了口气，我明白，我会和妈谈谈，但你也知道，她现在的状态很难改变她的想法。那张强和王芳呢？他们什么时候来接替我们？按照约定，周末应该轮到他们照顾了。张浩的表情变得复杂。他们说这周末有事，可能来不了。我几乎要笑出声来。我就知道会这样，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打算遵守约定。小丽，我们再坚持一下，好吗？张浩央求道。妈现在这种状态，我们不能不管她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压制着内心的怒火。我理解张浩的难处，在孝道和爱情之间，他正承受着巨大的压力，但同时，我也不能让自己被完全消耗掉。好吧，我最终妥协了，但我们需要找个保姆帮忙。我可以照顾他，但不能是全天候的。我的工作，我的生活同样重要。张浩点点头，我明天就去联系。就在这时，婆婆的声音从卧室传来：小丽，小丽，我要喝水。我闭上眼睛，深呼吸了几次，然后起身去倒水。走向婆婆卧室的路上，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不合时宜的念头：她把房子给了张强，存款给了小宝，却把照顾自己的重担压在了我身上，这公平吗？回想起来，婆媳关系的裂痕其实从很早就开始了。10年前，我和张浩刚结婚时，婆婆就流露出对我的不满。那时我以为是我不够努力，不够体贴，所以才没能赢得她的喜爱。于是我更加勤快地做家务，更加殷勤地照顾她的起居，希望能够改变她对我的看法。但事实证明，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。无论我做得多好，在婆婆眼中，我始终比不上王芳，那个给她生了孙子的女人。小丽啊，你看看王芳，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多有出息。婆婆常常这样说。你和浩结婚这么久了，怎么还没动静？每次听到这样的话，
我都感到一阵刺痛。我和张浩并非不想要孩子，只是我有多囊卵巢综合征，医生说怀孕的几率很低。这个私密而痛苦的问题，我甚至不愿意向婆婆解释，因为我知道，在她的观念里，不能生育的媳妇就是不合格的媳妇。更让我心寒的是张浩的态度，他爱我，这一点我不怀疑，但在面对母亲的偏心和挑剔时，他总是选择沉默或者敷衍了事。他的解释是，妈妈年纪大了，脾气就这样，我们多担待一些，但这种担待的代价往往是我的委屈和痛苦。3年前，婆婆第一次提出要把房子给张强的想法，那天是她的生日，全家聚在一起吃饭。酒过3巡，婆婆突然说，我这套老房子打算过户给强子、浩子，你别有意见啊，你和小丽不是已经有自己的房子了吗？张浩的脸色变了变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妈，您的财产您做主，我不会有意见的。回家后，我问张浩是否真的不在意，他苦笑着说，在意又能怎样？妈妈的心思我太清楚了，她从小就更疼强子。再说了，我们确实有自己的房子，不是很需要那套老房子，但问题不在于需不需要那套房子，而在于那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。这就像一个无声的信号，告诉我们在婆婆心中的地位。婆婆对张强的偏爱不仅体现在物质上，更体现在日常的关心和态度上。每次小宝感冒发烧，她都紧张得不得了，甚至会连夜赶去照顾。而当张浩生病时，她最多打个电话问候一下。这种差别待遇，细微却深刻，日积月累，成为我和张浩心中的一根刺。更讽刺的是，尽管婆婆如此偏爱张强一家，但他们却很少真正关心婆婆的生活和健康。每次家庭聚会，张强总是找各种借口提前离开。平时婆婆有什么需要，第一个想到的也总是张浩。这种不平衡的付出和回报，是我内心最大的不满。但为了家庭和谐，为了张浩夹在中间的为难，我选择了忍让和妥协。直到现在，婆婆的中风打破了这种表面的平衡，将所有潜在的矛盾都暴露在了阳光下。保姆没能解决我们的问题，第一个保姆只待了3天就离开了。理由是婆婆太挑剔，让她受不了。第二个保姆坚持了1周，但因为婆婆拒绝配合康复训练而感到沮丧。第3个干脆在第1天就被婆婆赶走了，说她手脚太重。我不要保姆，我要小丽照顾我。婆婆固执地说，只有小丽知道我的习惯和喜好。我几乎要崩溃了。白天我要照顾婆婆的生活起居，陪她做康复训练，处理她的情绪波动。晚上，我还要熬夜赶工作进度，以免失去客户。这种高强度的生活让我身心俱疲，甚至开始影响我和张浩的关系。浩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一天深夜，我哭着对张浩说，我已经2个月没有好好休息过了。工作也落下了很多，这样下去我会垮掉的。张浩搂着我的肩膀，表情充满了愧疚。我知道，小丽，你太辛苦了。我已经跟强子说了，周末一定要过来接替你，给你放个假。但我已经不抱希望了。过去2个月，张强一家总是有各种理由推脱。小宝要补课，王芳要加班，张强要出差。借口层出不穷，但本质上只有一个，他们不愿意付出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婆婆。周末果然如我所料，张强打来电话说小宝发烧了，他们没法来接婆婆。这次我不再沉默。张强，我的声音冷静得可怕，你妈把房子给了你，
把存款给了小宝，这些我都不在乎，但照顾他的责任不能全压在我身上。如果你们这周末还是不来，那下周一开始我就不会再照顾他了，你们自己想办法。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是张强的叹息声：小丽，你这是在威胁我吗？不，我只是在告诉你一个事实，我也是人，我也有极限。如果你们继续这样不负责任，那别怪我做出决定。挂了电话，我感到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，仿佛终于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。张浩走过来，默默地握住我的手，没有责备，也没有劝阻。他知道我已经到了极限，也理解我的决定。周日下午，令我惊讶的是，张强和王芳真的来了，还带着小宝。妈，我们来接您去我们家住几天。张强笑着说。小宝说很想您。婆婆显得很高兴，但还是有些担心地看着我。小丽，你确定能照顾好我吗？我的药要按时吃，康复训练也不能落下。我忍住即将涌出的眼泪，平静地说：妈，您放心，张强和王芳会照顾好您的。看着他们离开的背影，我突然感到一阵空虚。2个月来，我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婆婆转，突然的解放反而让我有些不适应。张浩似乎理解我的感受，轻轻抱住了我。谢谢你，小丽，他在我耳边低语。谢谢你为我家付出这么多。我靠在他肩膀上，静静地流泪。这不仅是释放压力的眼泪，更是对过去2个月复杂情感的总结。委屈、愤怒、无奈、疲惫，但也有一丝成就感和责任感。张强的电话在第3天就打来了：小丽，你得来接妈回去。他的声音充满了焦虑。我们实在照顾不了他，他不吃我们做的饭，不肯按时吃药，还整天哭着要回你那里。我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看向张浩，他的表情告诉我，决定权在我手中。张强，我深呼吸了一下，我可以继续照顾妈，但有几个条件。第一，你们必须每周末准时接她去你们家，让我有时间休息和工作。第二，医药费和护理费用由你们全部承担，这是对我时间和精力的补偿。第三，你必须向妈解释清楚，我不是她的佣人，她需要尊重我，配合我的安排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，然后是张强勉强的同意。好吧，我答应你的条件，但你要保证好好照顾妈。我一直都在好好照顾她，我平静地说。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？挂了电话，张浩紧紧抱住了我。小丽，你太棒了！我以前总是不敢对强子和妈说不，结果让你承受了那么多。我轻轻拍了拍他的后背。我们是一家人，面对困难应该一起解决，但前提是每个人都要承担自己的那部分责任。婆婆回来后，情况出乎意料的有了改善，也许是因为在张强家的不愉快经历，她变得更加配合我的安排，甚至开始主动参与康复训练。更令我惊讶的是，她开始对我说谢谢，虽然有些生硬，但这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进步。张强和王芳也遵守了约定，每周5晚上准时来接婆婆，周日晚上送她回来。这种规律的生活安排让我有了喘息的空间，工作也逐渐回到了正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婆婆的身体状况有了明显改善，她可以在拐杖的辅助下短距离行走，左手也恢复了一些功能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心态变得更加积极，不再整天抱怨和发脾气。有一天晚上，当我帮婆婆洗完澡，准备离开房间时，她突然叫住了我。小丽，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转过身，有些惊讶地看着她。
这是她第一次如此直接地表达感谢。妈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客气地回答。婆婆摇了摇头，不是你应该做的。我把房子给了强子，存款给了小宝，却要你来照顾我，这不公平。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。这个问题一直存在于我心中，但我从未期望婆婆能意识到并说出来。我老了，但不傻。婆婆继续说道，我看得出来，强子和王芳是敷衍了事，只有你真正用心照顾我。她的眼睛湿润了。我一直偏心强子，是因为他是长子，从小就让我省心。浩子性格软，我总怕他吃亏。但现在我明白了，真正对我好的是你和浩子。婆婆的那番话像一股暖流，冲淡了我心中积累的怨气和不满。虽然她没有谈及财产的重新分配，但那份认可和感谢对我来说已经足够珍贵。人到老年，最需要的不是物质上的富足，而是精神上的陪伴和关爱。婆婆把房子给了张强，把存款给了小宝，却在最需要照顾的时候，依赖的是我和张浩。这种矛盾与讽刺，也许正是人生的常态。半年后，婆婆的状况已经稳定，可以基本自理。她主动提出要回自己的老房子住，理由是不想一直打扰我们的生活。尽管我们再三挽留，她还是坚持己见。最终，我们达成一个新的安排，婆婆住在自己家，我们轮流去照看，同时雇佣一个钟点工帮忙处理日常家务。让我意外的是，张强和王芳也变得更加积极主动，不再找借口推脱责任。也许是因为婆婆的改变，也许是因为他们终于意识到家庭责任的重要性。无论如何，这种变化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好事。有一天，婆婆突然问我，小丽，如果让你重新选择，你还会照顾我吗？我看着她苍老而饱经风霜的脸，一时语塞。这个问题太直接，也太深刻，让我不知从何回答。妈，我最终说道，家人之间不是讲条件的，您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我们当然会在。只是我希望每个人都能尽自己的一份力，而不是把责任全推给某一个人。婆婆点了点头，眼中闪烁着泪光。我明白了，我这辈子做了很多错事，偏心是最大的一个。她颤抖着从枕头下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，这是我最近修改的遗嘱，房子我决定卖掉，钱平分给你们两家，存款也是一样，你别拒绝，这不是报答，而是公平。我没有接过信封。妈，您留着吧，我照顾您不是为了这些，我知道。婆婆的眼泪终于落下，正因为你不是为了这些，我才更要这么做。这一刻，我突然明白，人生最珍贵的不是金钱和房产，而是那些经历风雨后依然选择互相扶持的亲情。婆婆分配财产的方式伤害了我们，但我们选择用爱和责任回应，最终改变的不只是她，还有我们自己。回想这段经历，我常常思考，当我们的父母老去，需要我们照顾时，我们应该如何平衡责任与公平？是按照他们对我们的偏爱来决定付出多少，还是无条件的给予关爱，不问回报？也许答案因人而异，但对我来说，关键不在于婆婆最终是否重新分配了财产，而在于我们通过这次危机，重建了一种更加健康、平等的家庭关系。每个人都认识到了自己的责任，也尊重了彼此的付出。如今，当我看到婆婆在阳光下和小宝下象棋，或者看她和张浩一起研究养生食谱时，我感到一种宁静的满足。那些曾经的委屈和不平已经被时间冲淡，留下的是一份更加深厚的亲情。毕竟，
家不是讲求完全公平的地方，而是每个人都愿意多付出一点，多理解一点的港湾。当我们学会在不公中寻找平衡，在付出中获得成长，也许这就是家人之间最珍贵的相处之道。房产给了谁，存款留给了谁，真的那么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当生命面临考验时，谁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，谁会无条件地给予关爱，这才是家人的真正意义，也是我从这段经历中最大的收获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